又是忙碌而充实的一个下午啊！现在正在巴杜 Cave 一路南下，穿越吉隆坡回家的路上。我发现啊，经常在外面送外卖呢，有一个好处，怎么说？其实，对雪隆区啊各种各样的房产有了一些了解。那倒是哦，我算了算，我们现在送过的这个客户，独立的客户，超过100份了。他们处于整个雪隆区的各个地方，对吧？对，南一直要到嘉颖，北到这个巴杜 Cave 黑风洞，然后西边像 PJ 啊、巴生啊，这是西南了，然后古中啊、沙朗、苏邦加亚其他的地方，再往上 Monkera DP City， 我们还去过布加亚。布加亚对吗？对，布加亚那也是很难了。然后东边像安邦啊，吉隆坡的一些地方，南边布克哲雷欧，然后再到布加亚、塞巴加亚，我们都去过了。哇，去了这么多地方，我觉得哪天如果又失业了，创业又失败了，我们说不定可以转行做房产经纪啊。房产经纪OK。因为去了那么多房地产的地方嘛，对每一家住的地方都有那么一点点了解。其实我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要起一个什么劲爆一点的这个标题啊，按照现在的这种风气，应该怎么起？我已经想好了，因为本来就是我内心的心声嘛。我就作为一个上海女人，羡慕大马人的居住条件。上海女人这个听上去，上海中年老阿姨，中年阿姨，40岁加老阿姨就羡慕马来西亚人的居住条件。它有点过热啊，那我们就让大家看风景吧。我这张脸不看也罢了。OK， 你这个上海女人，上海什么老阿姨不行，上海女人就比较好。然后我再教你啊，上海女人逃到马来西亚，为这个房产经验或者说感到什么炸裂，还有大呼不可思议啊！对，大马华人怎么住的这么好，眼红，上海女人眼红，所以我想想也是算了，我觉得根本就没啥意思。但内心来讲，实际来讲，你的真实的感想，对大家看了那么多大家不同的，基本上都是华人的住所嘛，有些什么感想啊？有些什么形容词可以形容？我觉得就真的就是羡慕嘛，然后就是。这羡慕来个几个层次哦。第一个层次怎么说？我也是羡慕啊，那么巧吗？那你是抄袭我的还是我抄袭你的？我就是2个字，羡慕。我觉得比较平实，也不夸张，代表了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好，那你现在您先说。我首先我觉得第一个羡慕的就是，我觉得基本上我们我们去过的这些顾客的家里边，他们都有非常好、非常负责、颜值又非常高的花园的保安。大部分95%以上的这些客户，他们都是住在这个花园里面。这个花园可能是这 landed property， 就在我们中国可能叫别墅、独栋别墅、连体别墅，还有就是这种公寓楼，就像这2种为主嘛，对吧？condo 和这种地屋，对，2种。地屋嘛，又是多是那种连起来的，对，连排屋啊、祖屋这些比较多，对，独立的也有了，对，就是你感觉说他们都会有一个至少保安亭在门口，然后里面都会配备年轻力壮的这些保安，对吗？颜值都颇高啊，真的是颜值颇高，挺帅的。然后还是非常的对我们非常礼貌，态度也很好，也很尽责，每一个进去都要记录我们的车牌，然后基本上也是然后90%以上是要你出示你的 driving license， 然后进行登记。对吗？然后80%以上都会要问清楚你们送到的是哪一栋楼的哪一号。对，有时候要打电话去问一下。然后还有大概1/3的情况下，他们那种特别是住 condo 的话，他的保安会直接撩起电话就打到住户那边来核实说，你们有人下面有 food delivery 是吗？对吧？核实后才放我们进去。就是这种服务，我们在上海真的是，我觉得差不多的这样一个档次的房屋质量的这样一个小区，我们是很少见到的。他们基本上你行人进去是完全不会来问你是什么样子的人，开车进去就记录一下车牌结束了，登记你的 driving license， 然后登记你是拜访的哪个门号，很少吧，10次里面会有2-3次吧。关键我觉得呢，在管理的方式上啊，也有很大的不同。在上海的话呢，要么就是又变得极其严厉，但是它总之缺乏一套有效的管理方法。你看上海的保安，我们大家都是看到60岁朝上的，都不是年轻力壮的，对不对？全是那种感觉是体型，然后包括你看这个头发花白，牙齿掉的也挺多的，你感觉他就是不是能够给你危急时刻能够帮你这个争起到保安作用的保安。
而是那种40、50再就业人员的这种。然后接下来态度也是非常的怎么说呢，蛮横。他可能觉得说你一个访客啊，又不是我的业主，我又不伺候你，对你的态度就是叫斗鬼鬼嘛。也不是待你特别好，它并非常的专业化，对啊。那我还是借着这个啊来说回我刚刚被你掐断的，就是他们的管理，因为在上海呢，更多的它是通过来辨别，来察言观色，来看你有没有问题，他做一个主观的判断。我觉得他这里的流程呢就很清晰，他要知道你的目的，然后怎么样操作，如何登记，他都有一套自己的规范。而当你进了小区以后，你发现再破旧、再老的这个花园，它都基本上这个模式是一样的。你进去就只能左转到绕整个花园一圈回来单出，然后进口呢一定是2个，一个是 resident， 一个是 visitor， 对吧？是严格区分的。然后你要去停车 ，visitor 有专门的停车位和停车的地方。对，这也是我今天的第2点，就是说从停车位，还有包括他们这些花园住宅里面的这些，在道路上你不会看到停得满满的，已经是影响你开车车道的这种停车法。我觉得也是体现出马来西亚它到底是在90年代开始这个经济腾飞啊，或者说他们就是80、90年代就是车轮上的国家，这个汽车普及率之高啊，你就可以看出在他们民用建筑上体现出来的设计，就是这个人车分离，或者说车道还有停车位是配置的极其充裕，不像我们。对，不用等，不用拥挤在一起，不用大量的停在这个就是占用了加烂就那个走路的人行的这个地方，对，不存在的，都能够很好的停到这个里边，而且都是挺充分的，对，空间也挺大的。而且你看，它会专门划分 visitors parking lot， 就是它是居民的 resident， 然后跟 visitor 是有严格的这个划分的区域不同点。它 visitor 的这个停车车位的设置都是非常方便你能够很快的 drop off 东西，不用绕很大一圈，对吧？这个都非常人性化，不像我们在上海的话，基本上这种同等我们说是档位的这种花园的话，基本上就是随便停，你见缝插针在路上你就随便停。是，那这个是一个不同啦，而且针对condo 会更多一点，因为是 land 这种地屋的话 ，landed property 的话，大家就停在自己的家里就好了，对吧？家里边，对，停在家里就行了，大门里边。这个是外围。如果再放大镜，我们再看看大家的居住环境，因为我们多少有观察嘛，对吧？也是分成 condo 和 landed property， 还有一些什么感想？又为什么会比较羡慕呢？就是他们像这种，我们先说 condo 的话，condo 的话，它都是有配备非常好的这种，装潢非常精美的 lobby。lobby 都不错啊，都很漂亮，就是有一点像我们上海的这种星级写字楼、5星级写字楼下面的这种配置，就 lobby 就像个 lobby， 是吧？对，真的就非常的装修豪华的一个感觉。然后接下来我们有的时候能够看到他们这种 condo 里面配备的健身区域，还有游泳池，几乎就是标配嘛。这个游泳池的打理的这个干净程度啊，甚至我们有的时候会走近的时候，我是闻不到我们中国那种很难闻的这种消毒水味儿。就是窗明几净，然后这个玻璃泳池，这个水波粼粼，那个感觉真的是赏心悦目。还有健身区，对吧？是的，特别高档。还有就是我人就觉得，你感觉是住满了人的，但不是那么拥挤，总归不是下面人流穿梭，你这种感觉地不够用的，好像是硬往这些地方塞进了这么多楼这么多人的这个感觉。对，你看我们以前自己在上海住的那一套，我们也是有所谓的配套的会所，那么会所要走上大概10分钟才能走得到，然后你业主使用会所里面的游泳池，那个都是额外付费的，1年大概要2-3千人民币吧，办一张卡。你使用它的健身设备也要单独办卡，那个费用是1万多块人民币。就我不知道这边的话是要付多少物业费，还有多少的这个会所的这种健身费用哦。但是我看看我是挺羡慕的。对，你看我们家那边就是都不需要额外收费的。我们是租客的，我们是不用付的，但不知道我们房东是付多少。而且我还去过朋友的，他住在那个 Sunway Serene 这里面，那可能相对是比较好哇。那把我惊呆了，这里面空间之大，有医院，有这个幼稚园，有那个健身在屋顶的，在天空花园。有喝咖啡的地方。你是指花园里面就有诊所，然后超市啊？对，很大。天哪！然后里面还有那种可以坐在游泳圈上取，就是那种弯弯曲曲的，你可以坐在上面享受的游泳的这个漂流的地方啊。这种什么网球场啊，也有，就是你在里面不出来都行。里面也有很好的超市，那个比拉就是在这个里边。那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这种额外的这种比如说网球场是额外收费的呀？我不懂，好像不需要吧？但我是觉得它的整个条件是非常非常好的，真的是不用出来。好，那么另外一块
就是这个地屋了。其实我比较羡慕这样的，因为我也很羡慕啊，每人门一关，对吧？大家都有一个电动的门，一下就打开一点点。这个门一关就是自己的小世界了，就好高级。因为我们有一些顾客特别周到，他们知道我们这个时间段去，他们就把自己的房门就是铁门打开了嘛。我还有几单我想帮他们试图关起来，他们说不用，我们是电动，一个遥控器，很优雅的按一下，门就自动关起来了。我好羡慕。而且我看细节啊，他们把自己的整个小小的庭院啊，都是不是小小，其实对我来说是大的。对，这个庭院打理的挺有情调的。对，哎，有些门口的门的柱子上放着一个石的大象啊，或者一些装饰各种各样的这种工艺品啊，对，那种 handcrafts 你会看到很多的。我跟你说，这就是我梦想当中我们中国叫别墅，我就特别想住这种房子。我就知道你想的是这种，为什么呢？还有一点。哎，很多人可能60%-70%的人都种花，种得很漂亮，花花草草。很多人我们去的时候，他正好就在打理这些花花草草嘛。这个场景，我想你应该也是挺羡慕的吧？是啊，而且就是他们如果是养猫的家庭，猫狗啊都可以放在院子里面，让他们随便活动，我真的好羡慕。对，而且整个马来西亚，我们在路上穿梭啊，不停的在雪隆地区穿梭，我就发现出来以后真的就像一个大森林一样。一个花园到另外一个花园，你可能要跨一个区。整个区呢，它我不知道是不是叫 Banda 的原因，就它的设计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圆环一样的，大家都住在一个区，比如说不中啊、PJ 啊、SJ 啊，就都在这个大圆环里边。你的路边啊，就是这种 highway 之间，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绿化，你看着很养眼。对，对，哪怕是有一些我们去过的没有这个保安室的这种花园，就是你会看见他们很开阔的平地上面就是一片绿地，绿地上面有什么孩子玩的秋千啊、滑滑梯啊，还有老人们可以在上面打太极拳的那种平地，还有球场。这种配置我不知道这些都是住户自己筹钱去弄的，还是说政府给他们弄的。总之就这种真的是我感觉这种会这么开阔，然后远处又能看到山景，就是一片绿意，生活在大花园里面的感觉。就这种豪宅在我们上海的话，我觉得我们这辈子靠打工的话，我觉得要3-4千万的吧，这种样子。以我们两个的能力，我们是要背上贷款的，我没办法这个全款去买的，对吧？我觉得这辈子都住不上。那你还有一点啊，就是看像PJ 这样的地方，可能相对成熟的华人社区嘛，他们这个住的地方一出来就有很多吃的地方，好多档口，只要用走路就行了。你看我们在上海住的那个区域，当时号称要把它搞成一个所谓的上只脚吧，就是高档区。我们在那边住了10多年了，连买菜都要起码开车都要开10几分钟才能到啊。吃面什么的真的是没有啊，什么小吃店根本没有啊。有就偶尔开1-2个可怜的拉面，就是你跟没有绝对不会去了。像这边哇，它整个 block 都是各种各样吃的、修车的、诊所啊，就是你跑去可以满足基本上所有的生活需求，真的很羡慕，对吧？真的很羡慕。然后我记得前2天我在某个视频里面大放厥词，说这种200多万马币的这种房子实在是太便宜了，洒水，对，洒水。那就有观众批评我们这个口气好大哟。我就知道你要。我想说的是，那确实是嘛，上海的老破小一套20-30平，你的这个房子的话，在市中心稍微好一点的话，不都是要都是200-300万？反正不是我们洒水嘛，我们讲的是人家洒水啊，对吧？口气大，我们讲的是人家嘛。所以你只要想一想，我们上海的这些，我们现在家里面持有的这些房子，你真的是一套老破小，你把它卖掉之后，你在这边就能够住上非常好的。那个品质非常非常好的高档公寓，然后室内面积最爽的，我觉得这边讲的是叫 built in， 对吗？就是套内面积。我们中国还有什么公摊面积啊？我记得我们家那时候的产证，我折算了一下，我的公摊面积关起门来我享受的面积，是我买的面积里面至80%都不到。对，就是你总要摊掉。我付了20%的钱，是20到30左右，买的是我房门外面的区域。这个可能大家不懂了，反正就是整个建筑啊，它为了整栋楼、整个公共区域，他们的所有公共的地方，电梯、楼梯啊、lobby 啊。那些有绿化 utility 要用到的地方啊，都会把面积算到你的头上，车位还要另外买。因此就说你付100%的钱，只能拿到70%到90%不等的实际的使用面积，就是你真正的屋子里的面积。但是你要为那个100%而付钱嘛。像我们以前在上海住的那一套公寓的话，我们是一个楼面4户人家享受2部电梯嘛。我们算了一下，我们的实际得房率，我们家得房率只有78%。对，也就是你这个还要多整一份里面，其中22%是无用的，
78%才是你自己的，对吧？然后我们还花钱，又花了几十万买了一个车位，就买了一个车位而已。然后买了车位，你还要每个月还要交停车管理费100块人民币。但是如果你不买车位的话，一个月一个是首先没有位置给你停，第二个你的停车费就是1000多块人民币一个月。OK， 那我们讲到非常技术的东西啊，所以这个我想也比较初级嘛，刚到大马以后大家也都了解。我其实发现还有一点让我感到不一样的是，就不论是住在 condo 的还是这种地屋的人，令我还比较羡慕的一点，就他们的邻里关系都是挺好的。对，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拿到我们的东西，然后就直接在他邻里这边去派了，说哎，我这个是让邻居买的，对啊，让他们也尝一尝，对啊。我觉得这挺羡慕的，因为像我们住了10年，可能连这个旁边一栋佛教旁边一栋了，就隔壁住的是谁的也不认识，对吧？大家邻里关系没有这么好，但是这个主要是我们的问题啊。我就发现起早贪黑碰到，对，这些是令人羡慕的。那未来理想的一个情况，你觉得？假设说啊，在大马买一个家，你觉得是怎样是比较好的？我可能不会买吧，我觉得租挺好的。像我们上海的这种房子的话，我们一套的租金在这边就可以住到非常好的套内1500英尺的这种房子，就我们租一下就可以了啊。租或者买吧，就是你说住，我刚刚说的也不太对哈。那我们如果重新自由选择要去住，你觉得是住怎样的是让你感到舒心的，是自己想要的？可能接下来想找一个 landed property 就住一下这个地屋吧，感受一下。但是我比较怕虫，据说虫子还有这种鼠类啊，可能是会有一点。那反正大不了就再住回condo咯。我觉得可能花些时间要学会跟他们相处嘛。因为有一些人不也讲嘛，他怎样摆放家具也能够不会让白蚁过来啊，然后他可能有些地方要用一些药啊，又要什么地方保持清洁啊，住久了以后他们自然会有一套与他们应对的方法吧。可以啊，反正我觉得如果不买房，我们有充裕的资金可以去享受各种各样，我们都去住一下啊。以后换一个住 Airbnb 也可以试试看，让别人来羡慕羡慕，让上海的朋友羡慕羡慕啊。是。